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嗨，我是凤凰。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探索东台湾在宜兰南澳的一个能量点。与其说它是能量点，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其实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要去太鲁阁西降的时候，就中间就想说，既然我们都要去东部了，那是不是中间有一些特殊的点，我们也许可以顺便去拜访。然后我们就在思考的时候，我就从远端从台北这边稍微就是感应了一下，然后发现好像我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洞。总之呢，后来大家呢集思广益，然后就真的找到了原来有一个海石洞，然后就在南澳的海边。然后我们呢网络上一查，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大家会去的一个秘境的一个沙滩。我们那时候想说，好像是一个一般人也会去的地方，那我们就过去踩一下点好了。那我们就很充满着期待，然后要走到那个海石洞，想说可能走个20-30分钟吧。结果不到5分钟，凤凰就被一个看不见的力场吧，砰，然后就打倒了，直接就跪坐在地上，然后瘫软，全身无力。然后，请看 VCR。我下次要带氧气瓶来耶！现在是什么状况？我现在感觉很重的重力，然后我没有办法呼吸，太重了，太重了。然后我觉得空气好稀薄。那我们要不要撤退？要不要撤退？1、2、3 ，Go Go！ Go Go！ 你要背用背的。他们有一个结界，就是我现在真的在那个里面，对，刚进来一步，就是差不多这样，在里面。对，你们在里面，但我过不去，我现在在那里。你是说你往右一步，我们就进去了？对，这样就出来了。对。只有狐狸在里面。你要试试看，说点什么？你是说从天上的来都可以啊。南澳杯第一届混踢大赛。这里的存友会建议你们过来，是因为这里是一个旋风口。当上面的能量跟海底的能量，还有侧面风的能量一起来的时候，会一起卷到洞里面，就像是一个倒下来的龙卷风。在这个汇集点，大家会感觉到，就像你在海螺的里面一样，在这边能量会在这里被收束跟旋转，所以人在这里会感觉到有被充能的感觉，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更为聚焦往下跟扎根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没有在这里好好把持住自己可以踩好这里的每一个脚步的自己的所谓的落地的能力或落实的能力的话呢，基本上你来在这里也是一种浪费。什么意思？我还是听不懂。总而言之，这里不是适合每个人来的。对，好烂的结论，真的好烂哦。要海底轮不稳的人来这边没有意义啦，浪费时间，就是来走马看花看一看而已。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可以真的有扎根能力的人的话，你在这里会感觉到从地心以来的身上来的一个很大的充能的感觉，就好像你的双脚是一个插头，然后插进去之后就一路往上冲，所以他们才会很介意我一直很深这样过来。你就是接人家的电，我偷电，我偷电。后来呢，其实我们有经过一个蛮长时间的协商。然后甚至呢，地心人也有尝试着用人类，就是来到我们身上，用我们的声音去发出他们的语言。那听起来真的超级像 B-box 的，我觉得很好笑啦。但因为碍于篇幅的关系呢，我们就把这一段协商的过程乐等的，有兴趣的可以到会员频道去看。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呢，我们回到台北。那其实凤凰呢也有跟他们做很多次的意识上面做了通话，然后他们开了很多会议，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是一个居住在地底的族群。那后来我们就称他们为地心人。对，那他们其实在地球生活的时间呢，比人类还要长，非常非常的多，可能甚至是地球生成没多久之后，他们就存在在那里了。那他不晓得我们是怎么找到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很惊讶。老实说，在我还没有接触身心灵跟通灵人之前，我也觉得这些东西就听起来很像遥不可及的神话故事，就很荒谬，就很像我们眼睛可见的可视光的频率真的很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红外线就不存在，它们还是存在的。那当我现在身体好像也可以开始扩及到这些频率的时候，我就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对，所以开始可以进行有更进一步的沟通。我们作为一个比较能够调整频率的人，其实可以练习把频率先收好。
比较收束的状态，这样子其实在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比较不打扰、比较礼貌的。就很像我们台湾人出国玩的时候，不要一坐上人家的地铁就哈哈哈就大声的聊天，对，然后造成大家想说，哎呦，外面的人进来，然后影响到原来的和谐，那种感觉会很强烈。对，每次跟他们连接的时候，我都会说深深的致歉。对，地心人的族群，我们真的非常的抱歉，我们太鲁莽了，太鲁莽，太鲁莽，不好意思。我们在7月的时候又再去了一次。那这一次呢，我们还邀请了宇宙俱乐部的伙伴们跟我们一起去踏踏青。就在闲聊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一个很惊人的秘密。大家晓不晓得有一个 YouTuber 叫做米露呢？他是地心王子。对，所以呢，我们就带着地心王子一行人，然后我们就去了南澳。所以我们今天在访，然后这中间呢，凤凰有试着跟地心人沟通，打电话联络了很多次。他们为了我们开了很多次会。对，然后我们也带了他交代我们要带来的东西，包含今天不可以穿红色的衣服，对，还要带一束花。当我们第2次再去拜访，已经得到他们的许可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走了超级长的沙滩的路，然后那天的天气好到会把人晒成人干，很可怕的热。就在那么巨热的状况之下，你义无反顾的一直往前走，完全不等我们这一些很渴很累，然后不知道尽头的一群人，就很像要横渡那个撒哈拉沙漠还是什么，然后你就说在前面，在前面，然后我们就说哪里？我们早就通过之前的点很久了，在哪里？对，我其实当天我也没有预料到要走这么久。在海边漫步的孤独的通灵人，一个人的修行。好，特派记者来到现场，我们越来越靠近这个海石洞了。我们让我们的向导来说一下，就是从刚刚那个石头开始到后面，我们已经进到人家家的庭院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比较尊重一点，因为他们是相对严肃的能量体。我记得走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说你看到了吗？在那边，他们的向导就在那边等我们。对，然后我就。有热气，你知道吗？那个热气就很像，就是太热的时候，沙漠上会有一些海市蜃楼，然后那个热气会这样子飘，再造成那个空气中折射的变化。我说是那一个吗？然后你还说对，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我说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我好像在萨尔达的世界里面，我看到他了。对，他是我们今天的向导，能量向导，对，叫宝蛙。他跟你换了一个位置。他说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很辛苦大家走了这么远，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然后作为第一次跟大家接触，他很开心，可是他们的脸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他没有看起来不开心。他说他叫宝蛙，请我形容一下我看到的他，他大概这么高而已，然后是红色跟黑色的变化体，就是会一直变化，有点像火焰的颜色，然后没有头发，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他等一下会跟我们介绍周边环境。这4颗石头是台湾的地心人的标志。所以当其他地心人来的时候，会知道他们来到了台湾这块土地。4颗石头是什么意思呢？家的意思。他们地心人会在他们的家附近找4颗他们很喜欢的、很有代表性的大石头，去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家。对，有点像他们自己砌的城墙，但这个是指给，就是他们地心文化里面的一个默契。大家都会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他们的文化。他说他要去石头中间给你拍。他说这边呢是他们做日光浴的地方。OK。然后他们晚上会在这边观星星。因为星象跟潮汐跟月亮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因为他们毕竟住在海洞里面，所以他们会在这里做有点像是我们人类的那种祭司在看天象啊、看天文，然后
做一些能量调整跟引导的地方这样。然后他说可以的话，帮我放一朵花在这边，放一朵花在这边，他们晚上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花了这样。这颗绿色的石头是他们组里很重要的能量石，绿色的这一颗，对，它有点像会吸收月光的力量，然后作为他们的一些祭祀啊能量的调整。真的，月光石都是绿色的，对没错。对对。终于到了一个我们人可以走进去的洞，但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进到他们的洞穴了，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有肉身过不去，只有意识可以过去，所以我们就决定在那里做一个采访，这样子。对，地心文明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古老的文明，它在地球存在的同时，他们就存在了。他们的寿命比我们想象的都还要长，非常非常久。其实他们会协助调节很多地心的能量。这个调节能量并不是说防止地震发生或什么的，就是它该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怎么样。台湾以前有6支的地心人的分支，所以你也可以说台湾的地貌很多的状态都是他们做出来的。对，在那个时刻，那为什么他们留在这里呢？因为台湾的东海岸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形，我们有沙滩，我们有盐滩，然后我们有大量的海洋资源，然后我们这个海在过去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到下一个陆地，所以对这里来说，这一整片下面都归他们管，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加上台湾地震频传，整个板块挤压，这些其实都是他们继续留在这里的很大的原因。那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的日常。然后，如果你想要了解地心人更多的话，不那么热的时候，趴在沙滩上面可以听得到他们的频率，对。但今天没有办法这么做，因为真的太热了。然后，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在像这样子的洞里面静坐，去感受那个频率。可是，因为我们进来之后，你的气压跟整个压力会变得很接地，所以在这里要做静心没有那么容易。相对来说，你会要花很多时间去调频，所以要能够了解他们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想要来的话，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大家可以随手帮他们整理垃圾。对，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海洋垃圾会积在这里，但这个不是属于土地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们通常会住在离地心很近的地方，所以这里其实充其量只是一个对外的出口。他们其实在里面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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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所以我在出发前，他给我看到我们可以坐在洞穴里面跟他们聊天那个画面，事实上物理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进不去。可是他的观念里面我们可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坐在里面跟他闲话家常。对，他们会出来，我们就是我请他们站在花的这个位置，然后我在旁边翻译，然后看谁。麋鹿，你要先聊你的身世吗？那你就坐这里。对，他走有点慢，我们等他一下。好的。是一个就是老奶奶形象的一个地心人，有点像树的年轮，他们是用石头的纹路，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地心人，他身上纹路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代表他年纪很大。然后如果我们看到很光滑的地心人，他就是小 baby 般的存在，这样子，有点像石头上面的刻痕这样。对，你要跟他打个招呼。他坐在这里。嗨，你好。他说他是你奶奶。奶奶好。奶奶，你讲太快，等一下。奶奶说很开心看到你回来，但是她没有办法想象你现在长这个样子。然后奶奶说你逃婚了。你逃婚的原因是因为你发现只当地心人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个地球的哦，所以你决定要出去放飞自我，所以你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哦，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在能量的世界里面，这种转换是很常见的。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变成一株花一株草然后再回来，因为能量是守恒的嘛，所以没有人怪你，也没有觉得你要背弃他们，没有这种故事。我觉得蛮像我会做的事情，想要体验更多啊。对，奶奶说你以前都会帮他采花回来给他，那是为什么他们要你带一束花回来的原因。哦，对，奶奶说你不管是身为什么样的身份，该承担的责任还是不要逃避。
在整个地球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经历了很多事，每一世都会有你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可是总是背对着它不是一个办法。你现在还是有你在逃避的东西。奶奶觉得不要当地心人的时候也逃避，当人类的时候也逃避，你要逃到什么时候去啊？但他也没有想过会再见到你，以这样子的状态，或者是见到你这个人。所以整体来说，奶奶很欣慰。然后奶奶说：“你想知道你的地心名字吗？”好啊，但我没有办法翻译哦。好啊。卡波恰库达达，然后你回去的时候，听着这个频率，拿着白纸，你会写出地心文的，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无限的祝福。我听有鸡皮疙瘩，是很大很大，是无垠、无限，跟整个宇宙般广阔般的祝福在你身上，因为你是一个被期待的一个能量体。所以他说，以人类来说，你应该算好看吧？他问我，我说对。对，他说那也很好，因为不愧是王子啊，这样。奶奶说，因为你没有办法碰到他，但奶奶想要把他的手叠在我手上，然后你再叠在我手上，这样可以吗？然后奶奶想要，请你好好的，享受就好。好，好，不要逃避哦。好，谢谢。谢谢。奶奶说大宝很可爱，她露出了一种就走了。我们要等她一下，奶奶走路比较慢。地心王子的故事之后，下一棒是我。对，好，就是长老有话跟你说，然后其实长老现在已经在后面等了。是我想要问大宝，你可以感觉或看得到不止一位在后面等你吗？我好像不是用看到的，但你感觉得到？不是少数。对对对，所以他们会派一个代表发言而已，我就请他过来坐这里好，请代表过来这样子。我那时候坐在那边，然后会感觉那个体感很重，有点像在水底，没有很深的水底，但是你会感觉到整个身体是比较沉，然后脑袋上好像也很像你在潜水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个水压。我一度试着想要让它可以附身我的身体来传讯，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调频很久，但是我调不到它的频率，我无法成为它的容器。你可以不要让它附身没关系，你用转译的就好。我们不太容易用附身的方式让它传。带着沟通的意图来的，这样的生物很久没有来到这里了。虽然不是很喜欢，平常在这边嬉闹的你们的种族，但是现在的沟通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们是管道，你们能够将讯息传递出去，所以我们才会愿意现身。坦白说，要上来，在这个天气，对于我来说，对于长老来说，也是蛮辛苦的。不好意思，谢谢。不要因为害怕沉重，就不去面对一些地球正在面对的变动。为什么要来沟通？是因为很不幸的，这个地球能不能转向更轻盈的频率，竟然是靠我们这个族类，而不是他们。所以他们需要出来跟我们沟通，有点像是你知道，大家在同一颗星球上面嘛，我们不做好的话，他们也动不了，有点像是互相挤压了彼此，对。也还好，人类破坏的都是地表，还没有到地心。虽然有一些也去挖他们的资源，挖到地面上，然后反而污染了地面。哦，听起来我们真是一个很糟糕的种族。好，不说这么多，总之要严阵以待，因为地球的转变就是要清扫一些比较沉重的存在、沉重的频率、沉重的思想。而具有这样子沉重频率思想的存在，有可能会经过一些剧烈的气候变化、天灾导致清扫，感觉是个筛选的过程。是，但从人的视角来看，也可能是个天灾的预言的感觉，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是必然，所以会失去一些肉体，但你们永远
不死去，所以不用担心，不要散播恐惧，因为那是死去是假的，而活下来的人也有很重要的任务要进行，也没有相对轻松。你听起来讲了一个没有很快乐的讯息给我们，好哦。我们开了一个会，觉得既然要讲，就说清楚，不会让你等很久。混乱之后会沉淀，但是现在混乱的风正在卷起。长老，我想问，为什么这段讯息你想要让大宝自己试着讲出来？大宝只是第一个，人们会受到鼓舞，或者是说有一个路径可循，只要有心、有意愿、够放松、够敞开，都可以像大宝这样做到。每一个人都有感受与传递的能力，但是忘记了，而且没有训练。然后以为你们是孤单，或者是不需要去在乎其他族类的，但不是的。你们这样子把自己孤立的状况，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也让我们陷入困扰。不好意思啊，大家一起共荣，一起度过，不用害怕。我们短时间之内不会再来了，状态的下一个阶段才会再出现。有一种我不会假扮下你打刚出来跟你恭维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他说，你的频宽调得越来越开，你很棒。我觉得我整个都很满，但我就转述的感觉跟复振很不一样。对，转述更需要很多的相信。现在是鼓励大家都可以连结的时代，然后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做得到的这个能力。对，所以大宝用他的历程，从去年的雪士达开始到现在，就是一直去验证，其实真的是做得到的。他的频宽是可以从1开到10、20、30、50这样。我7月份的会员频道的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是接到了台湾的土地的能量，就发现大家都很 serious 很严肃不像我们这边嗨养生哦耶之类，他没有，我们养生了，你们认真一点好不好？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因为土地它真的存在非常非常久，应该说他看过太多了，所以如果真的要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其实真的很认真的在看待。所以像这种比较地面的能量都是偏严肃的居多，然后也是稳重的。那我觉得，即便这一些我无法去验证它是真的或假的，但是我确实身体上有感受，然后我确实得到了一个体悟，就是人类其实真的是很渺小，而且我们其实跟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存在体是一起共享这个土地、共享这个星球的，所以会让我会意识到，我们并不能就是好像以为我们是王，然后在地球上恣意妄为，所以还是要去尊重其他的族群，感觉到其实会更谨慎就是在未来去面对到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时候，那个更谦虚的心情会更多。你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验证了我其实真的可以跟地心人沟通这件事，我觉得很惊人。因为自从上次被打趴之后，我其实也是常会怀疑说，还是这一切就是我的想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不管看得见或看不见，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方式跟形态。所以无论如何，就像我之前常提的，你不管去哪个庙，你去哪里，就是尊重人家，然后你要 follow 人家的指示去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海废啊，或者是山里间的废物这件事情，其实都对住在那里的有形或无形都是一些伤害。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真的不要乱丢垃圾，然后维持人家家里的干净。这是我觉得很希望大家无论到哪里探索都要谨记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拜拜。